福建舰入列，当今海权的大杀器已经被我们牢牢掌握在手上。我们的电磁弹射以远高于福特级航母的成功率，已经成功弹射了多个先进的重型机型。而早在8年前就入列的福特号，对着自家眉清目秀还超重的 F-35，依然还束手无策。面对着130亿美元的电磁弹射航母，会过日子还有战列舰审美的川普大手一挥，就要复辟蒸汽弹射。殊不知啊，美国唯一的蒸汽弹射供应商现在都有党委书记了。而当时福特号航母重金砸电磁弹射的理由，就是弹射力道可控，持续弹射能力强，无蒸汽凝结，重量轻，节约能源等诸多优势。简单的说，就是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弹射更多的飞机，堪称划时代的大杀器。如今这造杀器的路子，美国人钻进了造不了又造不起的死胡同，而我们可是硬生生的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APEC 会议中美见面时，我就说这是东方秩序重新照亮世界的开始。那么此时此刻就是硬秩序改写的第2个序章。当6代机升空，第1岛链就沦为了装饰。如今福建舰入列，实际上第2岛链内的全部基地就已经沦为了人质。以后哪有什么岛链？该让美国人学学什么叫乐石嫣然，什么叫风狼居胥了。海权的死穴已被我们牢牢扣住，是时候让横行全球400多年的海盗们知道什么叫实力与地位，什么叫公平和正义。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曾经在《论海权》中精准地点出，海权文明的核心优势就是如同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凭借着海洋的广阔机动性，可以随时选择陆权国家的防御薄弱点发起袭扰。陆权国家即便疆域辽阔，人力充沛，也难以在漫长的海岸线布下无死角的防御。那么海权国家就由此得以通过灵活掠夺来积累资源，构建起昔日的霸权体系。如我一直说的，西方的制度它并不文明，后来展现出的文明姿态，恰恰是为了遮羞自己发家时的真正动力原点和驱动力的来源。他们拼命地鼓吹自己带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其实仔细一看，早期依然是服务于航海或者说抢劫事业的。试问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怎么他们的经济学会认为经济由消费带动，而不是该由投资驱动呢？不造东西哪来的东西消费？根源就在这里，抢可比造利润高多了。马汉的这套逻辑从大航海时代一直到现在都被反复的吸收进西方各种理论和文化里。西方文明中让他们真正骄傲确信的内核，就是凭借灵活的优势的抢。从小猪佩奇到美国现在的战略巨制，本质都是这个。从地理大发现的殖民扩张到2次世界大战的海洋争夺，海权的机动性始终是其动辄就敢提、从实力和地位出发的倚仗。但仔细回顾上个世纪初，这一格局曾经被短暂的瓦解过，就是空军的兴起。在飞机高站位的能量俯视下，高速度灵活性的碾压下，单纯的坚船利炮就失去了优势。但是随后海权国家快速调整了思路，航空母舰的出现，海空结合让海权从平面的2维拓展到了立体的3维，反而极大的扩展了海权的打击范围。陆权的命门再次被牢牢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核动力重型航母，把这个优势推到了极致。而海权巅峰国家美国也在这一时期战胜了上一个陆权巅峰国家苏联，问鼎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但科技的进步永远是最根本的平权，技术革命不断的进步，实际上也彻底的瓦解了海权碾压陆权的格局。随着人们在更高的太空维度、更广的电磁空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之后，火箭、卫星、导弹和电磁侦察让海洋不再是遮蔽行踪的屏障，距离不再是躲避打击的缓冲。当我们的眼睛在地上，由于地球曲力的存在，海面的视野会被地球的海平面遮挡，航母可以凭借雷达波视线的盲区自然找到隐藏的区域。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就给大家说了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我们把眼睛放上太空，现在还计划放上月球的时候，游戏规则开始改变了。当我们的侦察卫星网络可以在太空24小时不间断地覆盖全球，实时跟踪美国的航母，当我们的反舰导弹可以在航母的雷达视距之外，在卫星的引导之下发射，并能准确命中目标之时，作为海权终极象征的航母，其庞大的身躯在海洋上无所遁形，在陆权为机、空天为眼的状态下，其缓慢的行进速度在导弹的打击之下无处可逃。事实上，随着2013年我国东风21D 反航母导弹的诞生，美国航母在南海的霸权就事实上开始松动了。2016年7月，
我们的东风2E D 从内陆深处发射，全程飞行精准的击毁南海靶船的实验，大大方方的拿给美国人全程观摩之后，南海危机迎刃而解。实际上从那一刻开始，美国的航母在南海就彻底被摄取了魂魄，变成了缓慢消亡的行尸走肉。如今随着我们各方面技术的全面突破，福建舰的入列只是一个载体，这柄利刃的剑鞘其实是我们陆海机协同、空天一体的作战体系。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臣厉兵而谁和。这一路我们走了131年，从北洋水师15艘主力战舰全军覆没，到今天舷号18的福建舰下水，从出不了威海卫的定远、镇远、致远号，到如今刺破第二岛链的双航母编队，从把榴弹炮架在货船上应对台海危机，到如今055横穿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从上甘岭被埃塞克斯号狂轰滥炸，到507空战中中式武器上演超视距空战的精彩表演。中国人民以一种最朴素的英雄主义，将海权国家的核心战力瓦解于国门千里之外。这里面是每一行的努力耕耘和付出，在被点亮的军工科技树之下，是千千万万行业的不断发展、高精度协作以及不计较眼前利益的埋头向前。关键的稀土部件之下，是无数基础行业的支撑，钢铁、采矿、能源、机床等等双脚踩在泥土的行业里的从业者们的支持。我们这个民族啊，就像一个永生的巨人，共享着历史和信念。每一个个体，无论民族和来处，都有序的作为这个巨人的细胞，共同的朝一个方向努力。有了脚踏实地的那双脚，才有了仰望星空的那双眼睛。时至今日，虽然海权优势从小船袭扰升级到了航母威慑，但最终也陷入了体型越大、目标越明显、越缓慢的窘境。可以说，海权的命门已经开始暴露，再加上整个西方的制造业空心化，补不了的窟窿，造不出的飞机，现在美国唯4能动的航母编队都是缝缝补补又3年的状态，修又修不好，造又造不起。如今唯一能造航母的纽波特纽斯船厂修一个华盛顿号从17年修到了24年，于是就导致21年进去修的斯坦尼斯号等叫号等了3年，修多久那还不一定呢。如今传说中要在2027年服役的第2艘福特级航母林肯号，就算花了130亿美元，4倍于山东舰的造价，能不能海试都还两说。昔日的机动性优势荡然无存了，现在产能也很够呛，10年一艘的速度都是高估了他们。没有海权的海权文明，就不得不退回到抢又抢不着、协作又不擅长的窝里斗的局面中去。至此，海权文明的更深层次的死穴也随之被触发，这就是掠夺式资源累积模式的失效，带来了盟友协同的崩溃和内部治理的崩塌。前面我提到过，海权的繁荣始终都依赖着掠夺式的资源积累，通过控制海上贸易通道，掠夺殖民地的财富，维系内部协作和制度的运转。但当陆权国家掌握了反航母、反介入、区域拒止等终极大招之后，海权国家再也无法通过袭扰掠夺资源的时候，它内部的深层弊病就会被彻底引爆。缺乏统一的资源调配逻辑，制度效率低下，内部利益集团相互掣肘，导致海上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曾经引以为傲的灵活机动，在失去资源的支撑之后，就沦为了各自为战的散沙。海上统一组织力量的崩塌，也让海权国家彻底丧失了翻盘的可能。与此同时，陆权文明的核心优势大规模广域协作的能力，在技术赋能下全面爆发出来。我们依托着广袤的陆地纵深、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统一的组织协调度，能够集中力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与国防体系的升级。当美西方为内部利益博弈消耗精力的时候，我们已经构筑起了覆盖太空、空中、陆地、海洋的立体防御和反击体系。这种协作的优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陆权文明长期形成的集体的协作的统一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自古就广泛的受到普及的教育，在大规模的协作中损耗小、精度高，再加上我们上千年的广域多人口的制度经验，在如今能源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可以迸发出的动员效率和创新动能，远不是西方海权文明可以比拟的。而且我们文明的长寿几乎可以说是让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有的时候存在足够久就是胜利的本身。一个2年闹一场选举、4年换一个政策的文明，可以在250这个时间维度上领先我们一阵子，但不可能在我们完成组织动员之后再高枕无忧100年。如今我们自家扎紧了篱笆，又开了天眼，放福建舰下水，实际上就标志着我们在彻底掌握了防御海权袭扰的终极武器之后，进一步又具备了斩断海权长臂的反击能力。浩瀚汪洋寇可往，无亦可往，
不同在于我们建立在师出有名、自力更生基础上的正义，跟西方我能及我应当的正义完全不同。如今美国海军全球部署维持的分散式威慑，实际上正在成为活靶子加出血点，遍布各大洋的舰队消耗着美国本就不多的国家资源，因补给线过长、内部协调成本高昂而战斗力衰减。现在连发放军饷都因为两党 battle 而陷入了僵局，一国军事实力的滑落往往就是从军心涣散开始的。而我们的海军以福建舰为核心构建起的区域拒止、近海防御、远海防护的协同体系，依托陆基反航母力量、太空监控网络与海上编队的有机配合，形成了攻防一体的组织合力。什么叫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是时候也教教他们学中文了。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